013。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cene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没事，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和江瑞听说有人在高级道受了伤，被送到这儿，你又一直打不通电话。你怎么穿着手术服啊？你跑来这里来找我？我们打你电话没人接啊，然后在滑雪场医务室看到了你的滑雪板，我们吓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还好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雷医生，哎呀，你们不要一直谢我。其实这次多亏了这位林医生，是他第一时间让救援队叫救护车把患者送到了医院，争取了最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关于手术，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哦，他还是你们上海的医生。操刀的是你们，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谢谢。你怎么也在这儿？受伤的是我同事。是你们？哦，这不是庄的家教学生和姐姐吗？这位林医生是你们的朋友，这世界真小哈。谢谢你救了我们同事，回头等凯文好了，一定登门道谢。不用了，他恢复健康就好。所以，你只是把患者送到这儿，自己没事。我没事。那就好。雷主任、林医生，你们去换下衣服吧。哦，林医生，刚才我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听到你手机在响。好，我先去换衣服，你们等我一下。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对对对，没事就行。姐，我就说你想多了吧。那个滑雪板真的很吓人吗？不过林哥刚刚真的好酷哦，穿着那个手术衣，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他以前本来就是很厉害的神经外科医生。干嘛装啊？做手术多帅啊！但不过他也真是的，也不跟你打个电话。哦，你电话没电了。江润，我们刚打车过来，用了多久？司机没带我们走高速50分钟吧？怎么了？妈，西光，小林妈妈回电话了，她说小林遇见有人受伤了，她判断是脑出血，怕人家出事，跟着去医院了。哦，我知道了。妈，你知道盛阿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吗？这个我倒没问，不过她说下午一直在泡温泉按摩，所以没听到我的电话。
那应该泡温泉之前就知道了吧？怎么了？没什么。我跟江瑞稍微晚一点回去。我们去外面等吧。哦。林哥，你总算出来了。我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来外面等，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去吃饭吧，我要饿死了。啊，我的雪屋火锅。好。对面有家火锅店，我们到对面坐下说。行，热的就好。等一下，我有话问你。我和江瑞打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对不起，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林哥，你完了。我第一次见我姐这么大气，这次是真的。妈，回来啦？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这是怎么了？回忆，我是隐形地，才无法触碰你。不管将距离缩小到多近，相交千万次，然后分离。我和你是相互错过的。最后一个啦，放完我就回去了。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这是天价烟花吗？怎么了？不可以呀！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太有了。难道你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好啦？师傅，麻烦掉头。
姐，豪华晚餐我做好了，出来吃饭嘛。别嫌弃嘛，你泡面吃就不错了，谁让你这么生气跑回来？不然起码能在县里吃一顿。我不该生气吗？应该。但是好像也不用气成那样吧？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天如果是我没说，你可能打我2下就完事了吧？起码不会这么委屈。委屈？是啊。我看你眼睛都红了，感觉都快要气哭了。姐，你对林哥比较严格的样子。姐，你快看外面，林哥买了好多烟花，他这是买了烟花哄你开心，有点老土吧？好了，谢谢师傅。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什么坏事？
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还有这个，你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你等我。姐，你等等！干嘛？干嘛？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都是误会。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你看嘛，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啊！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没。怎么？但是我是男的呀，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赶紧找个茶菜去沏一会儿。我去哪里找？我帮你想想。哎呀，给我！我帮你想想。有了，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释啊？害你爸爸生气了这么久，这也很严重的。他刚刚解释了一下，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哎，当然了，那打火机给你，快去继续生气，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好，你等着，加油，姐姐最棒。他手受伤，再也不能做手术了。那个时候的他，看着那些医生，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他说他心有点乱，是因为这个吗？
么这么多？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想先放哪个？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怎么放起烟花来了？烟花也不会跑的，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仙女棒，这个多少钱啊？不知道，一起打包的。2块钱买我一支吧。你买来做什么？打火机。表扬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谢谢。我没出息的姐姐。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激战。争取？保证。这还差不多。不过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什么？等我一下。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现在还有火锅？有，我打电话问了。我马上就下来。我也没出息。
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我生气也没差哟。艺术创作，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只能留在长白山了。没事，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我带了很多书过来，你不要挑选一下。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一次只能借2本，看完了再过来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你买了这么多书啊？其实买了更多，不过品质良莠不齐，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你全都看过啊？我看书快，大致翻阅了一下。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难免有修饰的成分，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我帮你搬到桌子上，地上凉。啊，不要不要，有地暖，没事的。我喜欢坐在地上，舒服。那你慢慢挑，我去厨房看看。我不吃饭，过年我都吃胖了。哪里来饭？陈阿姨还没来。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你再说，我跟盛阿姨告状啦。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离目，原来是有了靠山。嚣张？我有吗？有，不过我觉得不错，请继续保持。那是你的错觉。我文明温柔讲道理，才不嚣张。既然你不舍得多借，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深意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想象力不错，
是用来做复健的，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啊，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也是复健。你是说这些动作吗？对。复健据说都会很疼。现在不疼，一开始很疼，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你这是早餐吗？啊，算了，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现在，你不是说要节食？我变卦了，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哎呀，走啦。我来拿吧。不要你。正常生活没问题。你忘了，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好吧。对了，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还算数吗？当然算，周6。可以啊。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那会儿你自己说的。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这家，还是这家？火锅这家评分很高，但是雨华一个成都人，他说他不吃辣，离谱。粤菜这家评价也不错，环境也好，吃完还可以逛逛。我和雨华一致选粤菜啦。我到你公司门口了。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上司是林宇森，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你也没问过。我去年工作太忙，没顾上这些。我前几天才听说的。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是真的吗？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吗？有什么不好的传言？你说清楚啊！这个林，是不是林宇森？你晚上跟他吃饭，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首先，你不要乱动我的手机。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这么被命令。什么你的事我的事？你是我的女儿，我的独生女儿。我抚养权归妈妈。我知道你气我，可是你是我女儿，我难道还能害你吗？你现在年纪还小，不知道人心险恶，多少人盯着你的身家财产。你什么意思啊？喜欢我的人都是因为钱？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你多虑了，林宇森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很有钱。他有钱？他有什么钱？他只是盛先民的外孙，没有继承权的。他
以前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现在他起码也是公司的高层，没有继承权又怎么样呢？那钱够用就可以了呀。林宇森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是野心勃勃的人，哼！他们盛家的子孙就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只不过有的没能力，有的没那个命。林宇森没有那个命，但是你有。他在盛远这1年多，不知道给我下了多少绊子，年纪轻轻就能让我吃暗亏。希光，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你只会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我在商场这么多年，看人难道还会有错？他这个人外表冷酷，笑里藏刀，10个你都不是他半个对手。你以为他在苏州就心甘情愿？他是以退为进，伺机而动，现在还找上你当跳板。也是我疏忽了，我只知道他离开盛源总部，没太注意他的动向。不对，希光，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哎呀，行了，你的中心思想不就是人家看上的不是我，而是你的财产吗？你到底是在诋毁林宇森，还是贬低我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你的财富看上了我，那不是比看上我的外表、性格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更加牢不可破吗？毕竟爸爸，你银行里的钱才是万岁万万岁。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我不想伤害你。他追过念源，前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于总的宴会你也去了，不过你发脾气早走了，还记得吗？他当时是陪盛先民去的，宴会后他跟别人说他对念源有好感，念源知道后就邀请他来无锡赏梅，结果他开车过来的路上就出了车祸。这些事情要不是念源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西瓜，你现在看明白了吧？他就是看上我们家能给他带来好处。马念源他只是我一个比较熟悉的小辈，他都趋之若鹜，更何况是你？你是我亲生的宝贝女儿。我不信。小姐，到了。小姐，到地方了。啊。给，谢谢。
不是说我去接你们，怎么自己跑过来了？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但我们可以先过去，在附近逛逛。林雨森，我有事情想问你。什么事？我刚刚去见了我爸，他说你聂总，他来苏州了。他说我什么？你认识马念元？这人是谁啊？你果然不认识。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同样的，林雨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到底是哪里不对呢？聂总说我认识。这倒奇怪了。是很奇怪。我爸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你是指略有耳闻？所以，马念元算是我爸的干女儿。我爸说，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你说什么？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怎么会是我？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啊。2年前1月份，我们在于总的宴会上见过，我和外公一起去的。你仔细想想，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吗？原来是这样。你回国了吗？现在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你。跟我来。去哪里啊？宋江。出来。兰森，你过来通知我，好让小子扫榻相迎啊。邵佳琪，西光，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邵佳琪，2年前我车祸前，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无锡？怎么又提这件事儿？我对不起你一辈子，我知道。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天哪，
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行了，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我哪里还记得？那好，我复述，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打电话跟我说，来无锡呗，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我说，你还有这个闲心？谢了，大可不必，是不是这样？兄弟，你记性太好了，是这样没错。不是我记性好，车祸后，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然后你说，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及你，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这美女，不骗你，你成员的女儿。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我就被她误导了，以为那是聂叔叔的私生女。最近才知道真相，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老天，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你不会远约你的是聂曦光吧？不是，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我送你回去。对不起，以前没关系。我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好。
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难道因为放了我们鸽子，畏罪潜逃了？林总出差去了，大家最近有工作啊，都跟张总汇报啊。好的，好的，主任。知道了。怎么突然出差了？喜光，你知道吗？我也今天才知道。我离开一段时间。好。你是傻子吗，林雨森？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还会想和我在一起？你去哪里了呢？是你让我变透明。我是模糊地，才轻易被忘记。如何能够走进你的心，在你身后徘徊犹豫？我和你是相互错过的季节，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剩下将让人恋不舍，在另一个世界，纯白的心常年下雪。老板，请问这边有信纸吗？哦，不用，我给你拿。给，谢谢，不客气。这个世界剩下就让人恋不舍，在另一个世界，纯白的心常年下雪深夜，又辗转几遍，还未曾妥协，怎么放下执念？习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珊珊，周总啊，好久不见了啊！好久不见。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我找你半天了。你不要忙着接待宾客。我偷个懒。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我是真没想到。你外公带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眼花了。什么情况？我们忙碌的大医生，居然也愿意出来社交啊？被院里派到无锡来交流开会，外公知道了，直接开车到医院门口来接我，不得不来。
我说呢，你怎么不跟老爷子一起啊？他在贵宾室谈一个项目，我找个借口出来了。你这也太识趣了吧！甚远的事情，你就一点都不想沾？好了，我说你别这么闭塞了。来，我带你逛逛，打招呼。这次来的宾客不只是无锡本地的，说不定以后你用得上。我一个医生，认识商界的人做什么？我和他们唯一有可能的交集，就是在手术台上。可怕的医生笑话。邵先生，于总正在找您。好，我马上过去。快去吧，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休息吧。好。哎，晚点走，晚上我们宵夜。今天来了不少大人物呀。于总嘛，一向最讲究排场了。陆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于总，欢迎欢迎，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聂晨远也来了，他旁边谁呀？他女儿我见过，这不是他女儿。他不是离婚了吗？这个难道是辛夫人？你们男的就是龌龊。今天有幸再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开口啊！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效劳，我看就不必了。来了，这才是聂清源的女儿，有好戏看了。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发现了你。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哎，叶西光。有你的快递。哦，你们先走吧。刚送来的。谢谢啊。隔间玻璃上，看不清方向，一如既往。笔在心中融化，却听不到回答。当时他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出的事，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
它才刚刚开始。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了车祸。那他上次送我回去经过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呢？那时候他以为我才是邀请他过来，又弃他于不顾，害他再也没有办法拿起手术刀的人啊。西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那就辛苦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了，妈妈真的有点不放心。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大3了。等一下呢，我就说几句好话，然后找个角落吃东西，吃完我就回家。就是这样。但是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不明白，明明于阿姨和你关系更好，为什么她明知你和爸爸离婚了，还是爸爸的错，她还要邀请爸爸去参加他们宴会啊？要不是你有事情耽搁回不来，那不就碰上了吗？因为他除了是妈妈的朋友，更是一个企业领导者。他询问过我的意见，但这样的询问只是个过场。我懂了。不要叹气，人生知己本来就不多，不能对别人有太高的要求。好吧，那等一下我要大声地说，我是代表我妈妈江云来的，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怕了呢。阿姨，尚师叔，好久不见。我妈妈有事耽搁，等明天才能回得来了，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今天我带她来祝贺叔叔阿姨，祝阿姨叔叔的生意蒸蒸日上，祝阿姨永远漂亮。还是西光会说话，都说到我心坎里了。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我们约了，回头我们单独再聚。到时候你可要来哦。那当然呀，吃饭我最乐意了。Hey, Vincent. Good to see you. How's it going? 那阿姨你先忙，那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呢？佳琪，这孩子一有功夫就不见了。你很久没见佳琪了吧？她从美国回来了，一会儿啊，让她跟着照顾你啊。没事的，阿姨，你先招待客人，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那好吧，玩得开心。Yeah, you Richard, you're my friend, aren't you? I know that, Mr. 展身手。任务已经完成，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真无聊，还不如回去和江瑞一起打游戏呢。于总的面子好大呀，盛人家的老总都带着盛然的后辈过来了。哦，企业20周年庆典肯定得大操大办，不过能请得来盛总，估计啊
也是沾了无锡正在进行长三角企业家峰会的光。哎，苏总，我跟于总打个招呼。于总，远程的聂总呢？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他旁边那位是谁呀？那个我刚好知道，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是聂总好朋友的女儿。张总，你说话还挺含蓄。什么好朋友？就是那个，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要不然能那么上心。那个宴会上，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所以才敢带她来的吧？什么敢不敢？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温柔贤惠，把家顾好，做好后勤，让老公舒心，日子自然过得好。可她呢，非要逞强好胜。据说有时候在公司，聂总的面子都不给，完全分不清大小王。现在好了，鸡飞蛋打了，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我听说呀，她刚一离婚就后悔了，想找聂总复合，不愿意。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讨无趣呀？再说了，人一走茶就凉，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哎，你们先喝着，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行吗？聂总，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你好，你是？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徐大峰啊，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哦，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说话。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效劳，我看就不必了。西光，你今天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代表妈妈过来的，不需要跟你报备。你，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让大家见笑了。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刚刚坐在那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怎么回事？聂小姐误会了，聂总，误会了，误会了。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诋毁毫不相识的人，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聂小姐言重了，抱歉，抱歉，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得罪了。聂总，这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你尽可以解释，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竟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于阿姨，借地方处理点事情，给你添麻烦了。直到发现了你，那个时候你正对人发怒，全程都被你吸引了目光。身边有人说你骄横，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生气勃勃。原来他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这么早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
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所以几天后，当我接到你上面的邀请时，我简直欣喜若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操刀。在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车祸。我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原因除了手，还有眼睛。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且从未解除。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我离开了盛源总部，到了苏州，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是了，你怎么会认识我？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林玉森，西光，我收到你的信了。明信片很漂亮，你喜欢就好。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敦煌、七彩丹霞、凉州，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我现在在北京，本打算今天飞回去，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买了一夜直达的票，明天早上到苏州。你还去了北京？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哦，这样。
北京回苏州，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西光，你确定吗？你大概几点到无锡？我去接你。待会儿林宇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出站口在那边，我到底在折腾什么？哎呦！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偷想你一整天。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像老电影疯狂的对白，却让我一直期待。偷想你一整天，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每次说晚安之前，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西光，是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赶走？喂，我不是说9点吗？你还敢提？你是跟我说的9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一列是10点多，根本就没有9点了。你干嘛骗我？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我怕你说，林宇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我才不会这样呢。现在我知道了。给你，帮你带了小笼包，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看，怎么会？我正好饿了。
我们找个店热一下。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走啦，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